今日快讯：新疆路发生严重车祸，著名影星阮之意和他的孪生姐姐阮之夏被困车内，一死一伤。目前阮之意伤情稳定。妈，哦，之意，你醒了？姐姐呢？你姐她不在了。你姐夫听说你姐不在了，也突发失心疯，终于，我的姐姐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非要逞强开车，姐姐那谁扑在我身上，那个死的人就是我了。孩子，姐姐肚子里还有姐夫的孩子，他们想跟，求你帮我理啊，妈，我对不起姐姐，我对不起姐夫啊！快去看啊！天台有个失心疯患者，正闹着要跳楼。妈，我们去看看。走。盛先生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别冲动啊！想想你的家人，想想老婆，想想你的孩子。沈先生，千万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！我未婚妻已经死了，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也死了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梦主啊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妈可怎么活呀？沈阿姨，沈阿姨，姐夫他怎么变成这样啊？之夏死了，梦主他受不了打击，他也不想活了。之意，现在就只有你能救你姐夫了。你跟之夏是孪生姊妹，你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。你现在就假扮之夏，去安慰安慰你姐夫吧。假扮成姐姐，这让我未婚夫看到了。哎呀，之意啊！哎呀，阿姨求求你了！要是梦中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老太婆也不活了。之意呀，之夏是为救你而死的，先想办法救下孟州再说吧。之意，我求你了，我求知意车祸受了惊吓，我一定要给他个惊喜。世夏，孩子，我马上就来陪你们。我是之夏，我没死，死的那个人是我的妹妹之意，是媒体报道错了。你不要做傻事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之夏，没事。没死，你真的没死，之夏，我好爱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Burn down. Let's burn down. Can't shoot me down with your arrogant rise. Cause you're healer, I'm the winner in doubt. 巨野，孟昭，你们喝什么呢？南风，天哪，全乱套了！南风，我南风，你看清楚了，这是我的未婚妻之夏，不是之意。你的之意在车祸里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媒体都报道了，死的人明明是之夏姐呀！是媒体搞错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，之夏？不行，我不能说出真相，否则姐夫又会去寻短见，这样我怎么对得起姐姐？这不是真的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！你是之意对不对啊？孟州他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之夏。南风，你节哀顺变。为何绚烂叫人扑空？为何爱我先于我老？怎么会这样？
意就这么死了？南风，你比姐夫坚强，我只是先安慰他，你将来一定会理解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本来今天是要向你求婚。之意啊，之夏，头好疼。我脑病犯了是不是？我扶你去找医生。陆南风，从今天起你就名草有主了。我宣布，以后你就是我阮之一的男朋友。好。南风，如果以后我走在你前面，你会为我守身如玉吗？守什么呀？那得多累呀！啊，你还要找别的女人？我一天都不守。因为我要下去陪你，我怕你一个人在下面害怕。之一，别怕，我这就下去陪你。南风哥，你醒了啊！江小姐，别动，你从天台上摔下来，没死已经是万幸了。我听说知意姐出了车祸，就想过来看看，没想到看你从高处摔下来。是你救了我，知意车祸去世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什么？死的是知意姐？南风哥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节哀顺变啊。南风哥，你伤还没好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要你管，江小姐，我早就和你说过，我们两家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，别再缠着我。南风哥，别过来，不准跟着我。知意，糟了，我岂能独活？你等着我！你简直荒唐！你想让知意冒充之下给沈梦舟生孩子？不行，我坚决不答应。亲家母呀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你说梦舟一夜之间失去了爱人和孩子，她现在精神非常的脆弱，已经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了。我也不奢求什么，只要能够生下一个孩子，让梦舟精神上有个盼望，到时候我们再让知意恢复自己的身份。不行，你光想着你儿子，你把我女儿当成什么人了？妈，我觉得沈阿姨说的对，姐姐是因我而死，我欠姐夫的一辈子都还不完，事到如今只能这样了。知意，他是知意，他没有死，是他冒充了知夏姐。知意呀，梦舟是你姐夫，更何况你这样做，让南风要是知道了，他该多伤心啊！何况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妈，南风比姐夫坚强，而且他心胸豁达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像姐夫那样去寻短见的。等姐夫醒来，我再恢复身份，跟南风结婚。对，这样皆大欢喜，谁也不耽误。原来知意真的没死，他竟然为了照顾沈梦舟丢下我，还要和他生孩子，枉我还想为了他人续情。知意啊，我去给你和梦舟办出院这件事情，你一定要想清楚，不能一错再错。知道了吗？
志毅呀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，梦舟啊，这下有救了。阿姨不用客气。孟舟，你病刚好，多补充点营养。来，你吃块水果。志夏，咱们之前不也都这么吃的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什么。Got me kinda twisted. Think you've got me now. Got me kinda twisted. Time is running out. 南风，你回来了。朱夏姐，你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孟舟，我去看看他有什么事儿。你撒谎！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知意还是知夏？南风，你这又何必呢？我知道知意出事以后，你一时接受不了，但其实他并没有死。我已经让人采用了最新的医学冰封疗法，只需要1年，他就能醒来，你们就还是能和好如初，不是吗1年后，当你和沈梦舟生完孩子是吗？我不要他，下个月就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别骗我了好不好？南风，你别这样，孟舟可能会误会的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孟舟，你别生气，南风他只是一时精神错乱，把我当成了知意。什么？我去你的！陆南风，别以为你是知意的未婚夫，就可以在这里装病。再敢骚扰之下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禽兽，装病的人是你。够了！陆南风，我体谅你对我妹妹一往情深，但如果你继续胡闹下去，请你立刻离开我家。我胡闹？明明是你在胡闹！算了，之夏，我们2家本来就约好下个月一起办婚礼的，现在知意出事情了，妹夫受不了打击也很正常。对不起啊，南风，刚才是我太冲动了。这样吧，你再留下来多住一段时间，等我和之夏办完了婚礼，你再搬走也不迟啊。明明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们还要我眼睁睁看着她嫁给别人，一定要对我这么残忍吗？既然孟舟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多住段时间吧。夜深了，我们回去休息吧。知意，难道你对我的爱全部转移给沈周了？到底是为了报姐姐的恩，还是真的爱上我？不行！不行！不可以！小心烫。好喝吗？好喝，谢谢老婆。
这可是我专门煮来给你补身子的。之夏，有你真好。来，哎，南风，你昨晚去哪了？来，一起吃个早饭吧。没胃口。一起吃嘛。坐。来，快趁热吃，有你的份。我准备搬出去住，你们的婚礼我参加不了。那怎么行？我的婚礼你必须参加。南风，我跟知意长得一样，到时候你看我穿着婚纱举行婚礼，就跟妹妹一样。你假想自己是新郎不就行了吗？正好可以弥补你和知意不能举行婚礼的遗憾。那能一样吗？新郎是我和新郎不是我，能一样吗？就像昨天晚上，我听见你们发出的声音和我自己，能一样吗？之夏，妹夫心情不好，你就别刺激他了。吃饭，吃饭。亲爱的，你把这虾仁打碎了煮粥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真好喝。是吧？我就知道你最喜欢的就是海鲜粥。什么？海鲜？糟糕，我忘了，南风对海鲜过敏。南风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？他真的连我对海鲜过敏都会忘记。陆南风，你还对他留恋什么？南风，之夏，老周，你怎么了？头好疼。你是不是被他吓着了？走，我现在带你去医院。走。救我！南风，你终于醒了。映雪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南风，你过敏性休克，已经昏迷3天了，担心死我了。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知意，她来过吗？知意姐？哦，你说的是知夏姐吧？她在隔壁病房照顾沈梦舟呢。原来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我的只有映雪，我还傻傻的以为爱我的人是知意。南风哥，你别太难过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陆南风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知意才离开你几天，你竟然和别的女人亲热暧昧，对得起我妹妹吗？你又不是阮知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是我妹妹的未婚夫，她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总之，我不准你喜欢别的女人。不让我喜欢别的女人，你自己呢？昨晚你跟沈梦舟激情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这个未婚夫？在我心里，知意已经死了。我能走出感情的阴霾，你该替我高兴才对，不是吗？知夏姐，渣男！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我当初就不应该让知意嫁给你。阮之夏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教训南风哥？竟然眼睁睁看着别人打我，无动于衷。那我该怎么做？像保护知意一样保护你吗？当然不用。南风，之夏由我来照顾，用不着你操心。梦舟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顺道来看看妹夫。哎，
以后就不用叫妹夫了，知意已经不在了，我们和南风还是好朋友嘛。南风，我和知夏下个月办婚礼，我想邀请你做我的伴郎，你不会拒绝吧？让我当伴郎，你确定吗？虽然我和南风无法结婚，但是有他在婚礼现场，也算是弥补了婚礼的遗憾。是，我也想让你参加我的婚礼，就当做你自己的婚礼，不行吗？阮之意，你到底有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？我真的怀疑你从来就没有爱过。好，我答应你们。南风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样对你来说或许很残忍，但我真的希望你能出现在我的婚礼上。哎，知夏，这是我在垃圾桶捡到的，你都怀孕1个多月了，还用它测什么？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是。这才短短1周，她就急不可耐地怀上了别人的孩子。我最近有点太累了，想验一下，我怕孩子有什么闪失。能有什么闪失啊？我们的宝贝啊，一定会很健康的。幸好赶上了排卵期，如果再晚一点，孟州恐怕就要怀疑了。审查！南风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南风哥，我杀了你！南风哥，你干什么呀？放开孟州，你疯了！南风哥，你没事吧？陆南风，你这个疯子！对，我是疯子，都是你们给我逼疯的！给我滚！都给我滚！算了，知夏，南风肯定是因为知意的离去患上了应激性心理疾病，最近你就不要再见他了，免得因为知意让他再受刺激。陆南风，知意对你还有感情，我必须把他从你身边赶走。孟愁，你说的对，你立刻从我家里搬出去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孟愁，我带你去办出院手续。陆南风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？你到底还在留恋他什么？南风哥，你别太伤心了。这可是紧箍咒哦，你戴上之后，你的世界只允许有我一个女人。不，你就是我的全世界。来，新娘新郎亲一个。怎么还对他念念不忘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沈梦舟，我一直都想问你，你到底是真的病了，还是装病？你说呢？知意是大明星，名下几十亿的财产，知夏只是他的经纪人，他怎么能跟知意比呢？什么意思？原来这一切你都知道！知道什么？知道我真正的未婚妻已经死了，知道我如今的枕边人是我未婚妻的妹妹，还是知道如今怀了我孩子的是阮之意，不是阮之夏。说实话，我最开始喜欢的就是之意，可惜呀，被你抢了先，我只好去追之夏。虽说是孪生姐妹，但这妹妹跟姐姐的滋味还真不一样啊，她可比之夏润多了。可是这，你就不怕我去告诉知意吗？你去啊！她现在只会相信我的话，我才是她的未婚夫，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，而你只是一只可怜的绿魔龟。畜生！你这个禽兽！孟州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
陆南风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之意，沈梦舟他在骗你，他一直都知道你是之意，他知道之夏已经死了，他就是想霸占你的财产。够了，陆南风，你怎么如此恶毒？梦舟他还是个病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刺激他？我就是之夏，你到底还要我跟你说多少遍？不是，你就是之意。南风，你要干什么？说吧，你后肩上的桃花印记是队友的，之夏身上根本就没有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南风，你听我解释。之夏回来了！梦舟，你怎么了？我就是之夏，你不要吓我。之夏他回来了，他浑身是血的看着我，回来抱着我们的孩子，他说他死的好惨，他让我下去陪他。不，梦舟，那是幻觉，是幻觉。你好好看看我，我就是之夏，我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宝宝，妈妈。之夏，你是之夏？没事。之意，他在演戏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？够了，陆南风，你就是嫉妒梦舟，嫉妒我们有孩子。你的之意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我家不欢迎你，你给我滚，给我滚！我的头好疼，头好痛！你怎么样？咱们去医院，我带你去医院，好吗？走。算了，过2天就要举行婚礼，还是先救梦舟要紧。南风，将来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如今眼里果然只有沈梦舟，是你让我滚的，你不要后悔。喂，映雪，我想履行婚约，1周之后举办婚礼，我们结婚吧。Wonder how sacrificed all the time。 祸害了阮之意整整10年，到最后被他伤得支离破碎，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南风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会代替之意姐好好爱你。不，这世上从此再无阮之意。从今天起，我陆南风的心里就只有你。真的吗？走吧。这什么味道啊？陆南风在家又搞什么幺蛾子？陆南风居然把所有的婚纱照都烧了！算了，反正知意也不在了，留着这些也晦气啊。可是他怎么可以这么绝情？你这个负心汉！这是我们订婚的戒指，它不是从不离手的吗？阮之一，10年的爱情长跑终究一场空，祝你和姐夫白头偕老，我与你此生不复相见。写了什么？
没什么，南风说他不回来了。他那么爱之意，肯定是不想看见咱们的幸福触景伤情。别去找他了，也许过段时间他肯定还会再回来的。没错，南风一定是在耍小性子，故意吓我，只能先委屈他了。等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姐夫有了新的精神寄托，到时候我再和南风重新开始。天呐，阮小姐，你也太好看了！沈先生能娶到您，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我原本以为自己的花容月貌都将献给南风，没想到却先嫁给了别的男人。南风，你为什么不来我的婚礼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南风，你接电话呀！南风，儿子，这个阮之意啊，比阮之夏可强100倍呀！你终于把假戏演成真了，这一次呀，咱们可赚大了。那是啊，阮之意已经把陆南风赶走了，这以后啊，我也不用装病了。阮之意和他的几十亿财产就都是我们的了。这妹妹啊，就是比姐姐好。装病！原来姐夫他们什么都知道，这都是母子俩设的局。我竟然抛下自己的未婚夫，傻乎乎的怀了他的孩子，还要替姐姐跟他结婚。陆来辉先生，你愿意娶江映雪小姐为妻吗？不愿意。这女人是谁呀？怎么穿着婚纱来了？今天这日子穿着婚纱来捣乱，不会是抢婚来了吧？抢婚？她难道是新郎的烂桃花吧？你来干什么？南风，你不能跟别的女人结婚。这婚你能结，我不能结，你未免太双标了吧？那不一样，你可是我可是你妹夫，对吗？知夏姐。不是的，南风，你可是我的。是你什么？不行，就算是木舟骗了我，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还怀了别人的孩子，现在粗算事情只会变得更加无法挽回。先隐瞒阻拦他结婚再说。你可是我妹妹的未婚夫，之意才出山没多久，你怎么就能跟别的女人结婚？你良心不会痛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是死不承认，你的良心都不会痛吗？那我还要什么良心？什么？这新郎竟然还有个未婚妻？这未婚妻一出事就果断抛弃，立马和别的女人结婚，人品确实堪忧啊！南风，诗意之前对你那么好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？感情是相互的，我自认从未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，是他先放弃的我。既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，那就别再互相打扰。不，他没有放弃，他压根就没有选择。你不能因为他没有在你身边你就变心。那10年呢？难道那10年的相爱你都忘了吗？我没忘，但这10年的相爱，最终我得到了什么？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。人要朝前看，我没必要再为不值得的人浪费时间。不值得？那他10年的陪伴对你来说算什么？那他10年的陪伴对你来说算什么？就算我前半生唯一敢赌永远的念想，但如今这念想已经破碎了。曾经相约的永远，只能是一句玩笑话。不是玩笑。
南风，你看宾客都在呢，咱们要不继续举行仪式吧？好。今天是我结婚大好的日子，还请阮小姐别再继续打扰我的婚礼。不可以，我不许你娶别的女人。不许？你以什么身份阻止我结婚？是我前女友的姐姐吗？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跟别的女人结婚。人家结婚，他穿着婚纱在这蹦的，不知道啊，还以为他是新郎的前未婚妻呢。这未婚妻才死就跟别人结婚，确实有些不妥。但是要为个死人守身如玉，这不对啊！你一个八竿子和我打不到的前任大姨子，你凭什么以为自己能阻止我和谁结婚？南风，你别这样，明明你们之前那么相爱。阮小姐，请自重，你妹妹跟我们家南风的确是有一段深刻的感情过往，我也很尊重她这个前辈。可你不是她，你更代替不了她，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们的婚礼了。可我……够了，别再说了。你如果不是来祝福我们，就请离开吧，别再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南风他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冷漠？不行，我不能失去南风。既然你不听我的，那就别怪我用些不好的手段了。我不走，陆南风，你这个渣男负心汉！你别忘了，我妹妹她还没死呢。我妹妹她现阶段只是在接受治疗，只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，又不是不回来。而你抛弃旧人跟新人结婚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什么？新郎的前任未婚妻居然没死啊！哎呀，这还没死就变心了，那这个新郎也太不是个东西了。那江小姐知道她即将嫁的这个丈夫就是这样的人渣吗？南风，别怪我做法极端，现在只有用舆论的力量才能阻止你。等日后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只要恢复身份，一切就都能挽回了。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，我不是渣男。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个相恋10年的未婚妻？我是有，可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10年的感情，说抛弃就抛弃，转头就娶了别的女人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这新郎自己都承认了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10年感情，就是个小猫小狗都舍不得丢啊，更何况是未婚妻，太不是东西。这样的人渣根本配不上江小姐。江小姐，我劝你这婚你也别结了。是啊，南风，你如果真的和别的女人结婚了，那不就坐实了你渣男的名号？那你的粉丝会怎么讲？我曾经最爱的人，竟然拿我最在乎的事情来伤害我。安之意，你当真就见不得我一点好吗？不可能，南风他跟我说过的，他那个前未婚妻的确是已经死了，怪不得新娘心甘情愿的嫁给他，原来是知道内情啊！哼，我说呢，若不是前任真的死了，10年相爱，怎么可能说变就变呢？这个女人啊，为了捣乱婚礼，竟然撒谎骗我们，真是过分！我没有说谎。我说过了，我妹妹1年后就会醒过来。你转头就娶了别的女人，究竟还有没有良心？够了！不管她是死了还是活着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南风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们明明相爱了10年，你一点都不会为她着想吗？可她有为我着想过吗？我曾经以为我们的爱坚不可摧，到最后才发现是我自己一厢情愿。告诉你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我们彻底结束了。不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对她。阮小姐，人不能这么自私。你妹妹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替她扒着南风不放呢？我说她没死就没死，我是她亲姐姐，我会为了她的生死开玩笑吗？你不要再演戏了。如果她没死，你倒是说说，她现在在哪个医院啊？她在……说不出来了吧？是不是谎话说多了，连自己都快洗脑了？我倒要看看你从哪儿变出个大活人妹妹。我妹妹在特殊保密研究机构接受治疗，但我敢保证，她真的没有死。南风，1年后她就会回到你身边，你1年都等不了吗？等她醒来，你们还会像以前一样感情那么好的。1年？不用1年，现在已经是物是人非了。姐姐，别忘了，今天也是你的婚礼，快回去吧，别让姐夫等急了。不，南风，这婚我不结了，你也不要结，行吗？我们一起等之一。不可能！我们一起等之一。不可能！我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跟他已经彻底结束了。现在的我只想忘却过去，走向新生。
江小姐，我不知道你认识陆南风多久，你足够了解他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与我妹妹相爱10年，相爱了10年，说抛弃都抛弃，你就不怕你是下一个被他变心抛弃的人？我不怕。南风跟我说过，阮之意已经死在那场车祸里，也就是他死了，南风才慢慢愿意接受我的。我相信他绝不是这样的人。就算我妹妹真的死了，那也就才1个月，爱人心死，他就立刻迫不及待娶你。这样无情的他，你也敢嫁吗？没错。我就是要嫁给陆南风，并且我无条件相信南风的为人。他可是我暗恋了10多年的人，是我好不容易才等到的人。我江映雪能嫁给他，是我的福气。映雪，曾经我爱了10年的人，屡屡造谣伤害我，反而爱了我10年的映雪，却坚定地选择我。好，那就算你无条件的信任他，那他的粉丝呢？一个劣迹作者，还有粉丝支持他吗？是不是疯了？你为了让南风不跟我结婚，你要毁了他吗？没错，陆南风，我警告你，今天要是敢娶她，我就把你所有的事情爆出去。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了？还不是你逼的。你要是按照我说的，好好等之意，1年后一切就能回归到正轨。你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？闭嘴！他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去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回来的人？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管南风的任何事。我怎么没有资格？我可是他未婚妻。你说什么？他终于要说出实情了吧？我怎么一时冲动就说出口了？要是现在就把实情说出去，南风只会更厌恶我。我说的是，我是他未婚妻的亲姐姐，我不允许你们这么欺负我妹妹。够了，我真的累了。你要是想演戏，就去找你的沈梦舟，别在这影响我和映雪的婚礼了，行吗？南风，就算我求你了，不要跟他结婚好不好？让你走你不走，非要我轰你是吗？保安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把他给我轰走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南风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婚礼继续。虽然出了一点小状况，但咱们新人的感情坚不可摧，往后小日子一定越过越美好。下面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，这枚戒指象征着他们彼此的爱和承诺将伴随一生。来。映雪，经历过去的种种，我才发现，能陪我的那个人始终是你。你放心，此生我定不会负你。南风，我们兜兜转转，好不容易才在一起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会珍惜这段感情。不要！从今天起，南风大大就是我阮之意的未婚夫啦。这下你可算给我套牢了。你放心，我将用一生的时间来照顾你，陪伴你，守护你。我不能失去南风，哪怕是他会厌恶我，我也不要让他娶别的女人。不要！你们不是问我有什么资格吗？南风，我是阮之意，我没死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阮之意的姐姐阮之夏吗？你怎么可能是阮之意呢？你终究还是承认了。什么？这女人说自己是死去的妹妹，但其实她没死。哎呀，这搞得我头都大了。意思她不是什么姐姐，反而是新郎相爱10年的那个未婚妻。我说呢，被保安带走都不放假，原来是本人啊！你为什么要假死，顶替你姐姐阮之夏的身份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假死给南风造成了多大的打击？我知道他得知我的死讯，心里并不好受。但我想的是，等事情过去之后，我就会回到你身边。难过一段时间又怎么了？陆南风，可笑你甚至还想为他殉情，他却一点都不在乎你的感受。一段时间，你知不知道？南风得知你死讯的当天就要跳楼找你殉情，你现在哪里见得到他？什么？南风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是啊，
我的确是傻得离谱，不过好在是映雪救了我，而现在的我也恢复了清醒，选择了正确的人。南风，你放心，今后我一定将你的感受放在第一位，绝对不会让你委屈伤心而不顾的。南风，我都说出我的身份了，我是你爱了10年的知意，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他？10年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你一点都不在乎吗？这新郎的未婚妻都自曝身份了，你说这新郎怎么无动于衷的？他们相爱10年，真的抵不上新娘天降1个月。这姑娘就算隐藏身份，但那也是有苦衷的，她也不能说变心就变心吧？没错，南风，我就是有苦衷的。我以为你会理解我，但没想到你转头就跟别的女人结婚。你曾经发誓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坚定的选择我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这些誓言我是说过，不假，但这些誓言现在已经对你失效。什么？誓言失效？新郎这话说的未免也太渣了。合着他的誓言还有时效的，这是过了时效就没用了。这就是男人啊，爱你的时候吧，甜言蜜语；不爱的时候吧，屁都不是。南风，我爱了你10年，一个女人有多少10年？你就这么辜负我真心的吗？辜负真心的人是你吗？你说你瞒着我假死有苦衷，好，那你敢把你所谓的苦衷说出来给大家听吗？我听南风说，你也是今天要结婚，不过是以姐姐的身份嫁给姐夫。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苦衷，能抛弃未婚夫，嫁给别人。怪不得他也穿着婚纱，原来他今天也结婚啊！哎呀，他瞒着未婚夫假死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要嫁给自己的姐夫！哎呦喂，这可玩的真花！我没听错吧？事情的发展越来越炸裂了。今天这个婚礼啊，来的可真值。我没有抛弃南风。1个月前，我的双胞胎姐姐在一场车祸中为了救我而死，姐夫接受不了，发了失心疯，想要跳楼自尽。我是为了救他才假扮我姐姐，不然他就已经不在了。假扮姐姐照顾姐夫，难道要瞒着未婚夫和家人，还要跟别人结婚才行吗？我看你就是不在乎南风的感受。不是的，南风不是这样的。1年后，我姐夫就不用我照顾了，我们就能恢复如初了。恢复如初，阮小姐，你应该明白，有些事情一旦开始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南风，不要这样，我们可以回去的。你愿意等我吗？就1年，就1年。我不愿意。我用我10年的青春都不能换你1年的等待吗？这不是等待的问题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有哪个男人能忍受自己的妻子给自己戴绿帽子，还能心平气和？是吧？是的，南风，你是知道的呀。我跟姐夫就是在演戏，我心里根本就没有他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。爱我？你所谓的爱，就是当众和姐夫接吻吗？还是说忘记我对海鲜过敏，让我和海鲜粥并发又不管？再或者说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将我无情地赶出家门？再或者说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将我无情地赶出家门？哪怕是为了照顾姐夫，你也不能这么对待相爱10年的未婚夫啊！这简直就是罄竹难书啊！这再多的爱，也被伤害的心都早死了呀！自作孽不可活，自己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，居然还想复合？这还能这样啊？不是那样的，南风，姐夫会变成这样，也是我害的。我只能确保他的身心健康，这样我才能对得起9泉之下的姐姐。那我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当我得知你死讯的时候，我多想从天台跳下去找你吗？你又知不知道，当我从天台跳下去之后，我知道你没死，只是为了帮姐夫骗我的时候，我有多崩溃吗？什么？你早就知道了？没错，我整天在家看着你和姐夫亲密恩爱，夜夜笙歌，我这心就像刀割一样。可就算这样，我还是给了你无数次机会。只要你肯承认并停止这一切，我就可以原谅你。可你呢？原来南风这么多次拒绝我都是在给你机会，可是你非但不
珍惜，还这样伤害他。不是这样的，南风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会补偿你的。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好的，好吗？阮之意，破镜不能重圆，并且我也接受不了怀有别人孩子的妻子。什么？口口声声说演戏，实则假戏真做，连孩子都有了。怪不得新郎走得这么干脆。哎，这再不走，那不妥妥喜当爹了吗？他这是一边冒充姐姐睡着姐夫，一边隐瞒事实吊着未婚夫，他这想一女育二夫呀，这是。那我也是逼不得已。我姐走的时候一尸两命，要是被我姐夫发现的话，他也会选择自尽。我只能留个孩子给他作为一个念想，这样我才能全身而退。为了照顾姐夫，你甚至怀了孩子。阮之意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都是我欠姐夫的，我不敢拿他的命去赌。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会愧疚谴责一辈子的。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会愧疚谴责一辈子的。那你的良心就能欺骗自己，光明正大的给自己的未婚夫戴绿帽子吗？所以我才想要瞒着你。你要是什么都不知道，1年后我就能死而复生，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幸福快乐的过一辈子的。阮之意，你以为你把事情瞒着就不存在了吗？这是对南风真心的侮辱！天啊，他还想瞒人家一辈子，你怎么是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啊？这女的简直三观有问题。你救你姐夫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强迫让别人接受绿帽子呀。是啊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他两样都想要，这明显是想脚踩两只船啊！我没有，南风，我一直爱的都是你。够了，阮之意，不想听你说什么虚假的爱，你要补偿，要道歉，要对得起你的良心都可以，但那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们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。不，南风，我们不该就这样结束。今天本该是我们2个人结婚的日子，我不想你和别的女人结婚。阮之意，你别再闹了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现在你要挽回已经晚了。南风，我们可是相爱了10年，我们之间那么多美好的回忆，你怎么能说结束就结束？那些终将是回忆，我就当我只经历了一场失败的人生中的情感游戏罢了。阮之意，你只是南风的过去式，而我才是南风的未来式。才不是，你只是一个趁虚而入、插足我们的第三者。我们2个人一起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幸福，你懂不懂？你有什么资格去评判我们？他有资格。对，你说他趁虚而入没错，但如果不是他的趁虚而入，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。你选择了你的好姐夫，而映雪就是我的选择，又是我的选择。不是的，我没有选择姐夫，我自始至终我喜欢的都是你啊！选择是用行动证明的，你的行动骗不了人。不管你怎么辩解，我未来的妻子都只会是映雪一个人，映雪才是我要携手此生的人。这话可是你之前跟我说的。抱歉，映雪，都怪我没有处理好之前的恩怨，这才让不相干的人扰乱了我们的婚礼。南风，我又怎么会怪你呢？不过现在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以后要好好爱我。南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南风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我们当时的订婚戒指。我怎么会不记得？有一枚还是我昨天才还给你的。我记得我在信中说的应该很清楚了，你是看不懂字吗？我知道，但我不想跟你结束。南风，这个戒指我一直带在身边，拿到你的戒指后，我就一直戴着。我还想着，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再把戒指还给你。不必了，这枚戒指我既然已经还给你了，就证明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南风，你不要这样对我。我知道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但是看在我们相恋那么多年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你跟我走。他这是要干嘛？
不会是要光明正大的抢婚吧？人家新郎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他还是不放弃，还想着新郎能跟他走呢。简直异想天开！这新郎放着这么貌美如花的老婆不要，却要他这个大肚婆，是啊。阮之意，在你的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了。南风，你不要去。不是，这新郎不会真的要抛弃新娘，跟这女人逃婚吧？哎呀，这新郎糊涂啊，记吃不记打，这不上赶着给自己戴绿帽子吗？他要真抛下新娘去选这个前未婚妻，那就是他的损失。我祝渣男贱女永远锁死。难道我做了这么多的努力，却还是敌不过他跟阮之意的10年吗？南风，我就知道你还放不下我。你误会了，我过来不是要和你走。我想我和你说的应该不是很清楚，这才让你一次又一次的扰乱我的婚礼。南风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再做令你失望的事了。你生不生气我一点都不在意，毕竟现在你对我来说只是个陌生人。南风，怎么会是陌生人呢？你忘了吗？我们相约要做一辈子的夫妻的，这戒指是你亲手为我戴上的，你记得吗？这戒指是我送给曾经的阮之意的，但他在我心里已经彻底死了，我跟他永远都结束了。不，戒指！ 같은 하늘에 그대와 함께 있다는 걸 我还以为你刚才就要跟他走了。你还以为我真要走？怎么可能？你才是我认定的妻子，这辈子我就赖上你了。好了，两位先生，接下来最后一个流程，你们可以相互亲吻对方了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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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不要，南风！老婆啊，宾客都到齐了，你一个人跑这里来干什么？害得我跟妈找你半天。闭嘴！谁是你老婆？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是阮之意，不是阮之夏？你现在还在这里装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要不是我听到你们母子俩的谈话，我现在还被你们骗得团团转。沈梦舟，你居然设计睡了亡妻的妹妹，你还是个人吗？该死，竟然被他听到了！不行，不能就这么前功尽弃。之意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真心后悔当初救人，不然也不会被骗，导致现在无法收场的地步。你要干什么？瞪着我做什么？我有说错吗？要不是你们合伙起来骗我，我怎么会冒充自己的姐姐去伤害南风？是我骗了你，但选择都是你自己做的呀，难道不是吗？陆南风现在已经和别的女人结婚了，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就是因为你，南风才会彻底的不相信我，就是因为你，他才会抛下我去娶别的女人。之意，事情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有怀着我的孩子，就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夫妻，好好过日子不好吗？你觉得我会跟你这种小人在一起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是小人，那你是什么？明知道我是你姐夫，还瞒着自己的未婚夫和我在一起，想必跟我睡的时候你也觉得很刺激吧？你无耻！我是为了救你才跟你在一起，可跟你们全部人一起算计。沈梦舟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恶心？你和我睡觉的时候不也觉得挺爽的吗？那时候怎么不觉得我恶心？闭嘴！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些都不是我的错，我都是被你们骗的。没错，我都是被你们骗的。我要跟南风说清楚，他肯定就能原谅我了。子夜，姐，
之一，之一，你醒了。别装作一副很关心我的样子，我变成这样还不是你害的。之一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不想你再去找陆南风。对了，现在过去多久了？之一，你才脱离危险，现在还不能乱动。别逗我，我问你，现在过去多久了？你情绪起伏过大，差点流产，现在已经过去2天了。2天？都过去2天了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什么都于事无补了。之一，你都这个样子了，还在想着那个陆南风？他现在正陪着新婚妻子恩爱非常呢，哪里还会想到你这个旧人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说不定我和南风还有可能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或许他娶的那个人就是我了。之一，你别自欺欺人了。你觉得陆南风还会接受一个背叛了自己，甚至还怀着姐夫孩子的女人？不，我没有欺骗南风，都是你们骗我。没错，要不是因为你们，南风现在娶的那个新婚妻子就是我。之一，人要学会面对现实，现实就是你无论做什么，他都不会再要你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能尝试着接受一下我呢？你既然要我接受自己的姐夫，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为什么就不能呢？我和你姐姐毕竟又没有真的在一起，又没有结婚，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呢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接受像你这样算计我的人，跟你这种人在一起，简直是对我的侮辱。嘴上说不接受，身体倒是很诚实啊，不然你又怎么会怀上我的孩子？你不接受我，无非就是因为陆南风，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你哪里都不如他，你根本就不配跟他比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再看到你。之一啊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是你啊，你还有脸来？之一啊，阿姨是专门来给你送鸡汤的，怎么能这么跟阿姨说话呢？谁稀罕你的鸡汤？别在这演什么慈祥阿姨了。沈梦舟没跟你说，婚礼当天你们的对话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哎呀，之一啊，我想你对我们2个有什么误会吧？误会？我只相信耳听为实。你们那天分明就是在说沈梦舟这么长时间以来都是在装病骗我。你们现在竟然想故技重施，当我是傻子不成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知道了。不过你知道也好，我本来也不想再骗你。你们竟然敢承认，要不是你当初跪下来求我，我又怎么会做出这种冒充姐姐的荒唐事儿？我那么信任你们，换来了却只有你们的算计和欺骗。哎呀，之一啊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听阿姨说，当初你姐姐走了之后，孟舟确实得了失心疯，而你呢，也确实救了她一命。只是在后来她跟你相处的过程中，才知道你不是之夏。是啊，之一，你跟之夏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你们的性格爱好一点都不同，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既然你都知道我不是之夏，那又为什么要和我发生关系？为什么不直指这场荒唐的事儿？对不起啊，我不……其实呀，那都是因为他爱上你了，他把对之夏所有的感情啊，都转移到你身上了。之一啊，你看你这次出事之后啊，孟舟为了照顾你啊，都已经2天2夜没有合眼了。之一，我知道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糊涂，不该爱上你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但我求你别再轻易动怒了好吗？你肚子里的孩子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。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会沦得到现在的这种地步。你还有脸提宝宝？你凭什么会认为你们做出这种事儿，我还会留下这个孩子？之一，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了吗？没错。不要啊，之一，这件事情全部都是因我而起。当初是我跪在地上求你假扮之夏的，你要有什么怨气，你就冲我撒。
可这孩子他是无辜的呀！这个孩子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上，他的出生只会让我感觉到耻辱。知意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太自私了。我不该因为爱你，就想故意把你绑在我身边。但这个孩子，曾经不也是你想要的吗？让我们留下这个孩子好不好？不，我不会留下这个孩子。南风说过，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孩子。如果让这个孩子出现在这个世上，我和南风就更加不可能了。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，竟然是为了去挽回陆南风。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，竟然是为了去挽回陆南风。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丈夫了，你就算不要孩子，也改变不了现在的结局啊！我跟他相爱了10年，怎么样都比那个女人的感情深。知意啊，你不能这么糊涂啊！这个跟孩子没有任何的关系啊！这都是陆南风那个喜新厌旧的那个渣男，你就不能考虑一下深爱你的孟周吗？我是绝对不可能对自己的姐姐男人感兴趣的，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！你不能这么无情，你这样让孟周怎么活下去啊？当初你姐姐走了之后，也就有你和孩子，是孟周最后的慰藉了。可是你现在，你却这么恨他，你甚至还想把孩子打掉，你让孟周以后怎么活下去吧？我管他怎么活下去。他当初知道我是他未婚妻的妹妹，还让我怀孕的时候，怎么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？知意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以死给你谢罪，可以吗？那你就去死啊！舍不得孩子套入了，拼了！只要能让你不那么生气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沈梦中，你来真的？你当然不成！梦中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，妈可怎么活呀？知意啊，阿姨求你了，梦中他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因为他太爱你了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去死啊！妈，你别逼知意了，这都是我们的错，原本就该是由我来赎罪的。知意，等我走了，好好照顾好孩子和我妈。现在就去陪知夏。不要，沈梦中！医生，快来医生啊！原本知夏走的时候，我就不想活了，可是后来你对我的照顾，又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期待。可是我发现你并不爱我，那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儿子啊，你爸走的早，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成这么大，你死了，我老太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一起走算了。儿子，妈也来了，够了！这孩子，我生还不成吗？你接受孟周了？不，这个孩子我可以生下来给他抚养，但是我绝对不可能接受。不行啊，知意，那孟周怎么办啊？我劝你们不要得寸进尺。好了妈，知意已经够为我好了，有了这个孩子，我的未来也有个盼头。谢谢你，知意。既然他是不会接受我做他的丈夫，那我就只能趁着孩子还在，另想办法了。他那几十亿的财产，我要定了。好了，我已经到家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知意，你现在怀有身孕，上次还差点流产，身边怎么能没有人照顾呢？谁说我没有人照顾？保姆是给别人请的吗？保姆哪有我照顾的精细啊？阿姨我呀，可是受过孕妇护理培训的，我呀一定能够把你服侍的服服帖帖的。是啊，知意，保姆不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照顾好你，但我妈不一定，毕竟我妈照顾你就像照顾自己未来的亲孙子一样。那行吧，沈阿姨可以留下，但是你不行。我要是不在，还怎么找机会剥夺她的财产？不行，我必须找借口留下。知意，再怎么说我也是孩子的爸爸。网上说孕妇怀孕期间，爸爸要多跟婴儿沟通，这样生下来的孩子呀才能更健康。我也想参与孩子的成长，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那他毕竟是我的骨肉，我还是要为他着想。有爸爸的陪伴，确实会对孩子的成长更好一点。行吧，
不过你去住客房。怎么？你不愿意？没有，知意你能让我留下来陪伴你已经很好了，我很满足了。那就行，收起你那不该有的小心思。但凡你让我一丁点不高兴，这个孩子我就不会再要。哪能呢，知意？梦舟她不敢的，而且啊，我也会把你当成我的亲女儿一样照顾。梦舟要是敢欺负你啊，我就帮你揍她。妈，我怎么可能会欺负知意呢？心疼她还来不及呢。哎，行了，你们自己找房间住吧，我先去休息了。可给她能耐的，我老太婆亲自来照顾她，她竟然还不乐意。妈，你小声点，还没走远呢。哎呀，这不已经走远了吗？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？咱们总不能等到她把孩子生下来把咱们赶走吧？当然不会，我们一定要在她把孩子生下来之前搞定这一切。你已经有主意啦？妈，这事还需要你来配合。我能怎么配合你呀？妈，你听我的，你去找一找能让孕妇身体陷入虚弱的药，每天让阮之意吃着，等她没了精气神，我看她怎么管理公司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您是想从她的公司入手，这是药三分毒啊，更何况对身体有害的药，她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亲骨肉啊。据我了解啊，她的资金大部分来源是她的那个公司，我们只要得到这家公司，这辈子就吃喝不愁了。至于孩子，以后跟哪个女人不能有啊？也是哦。那行，梦舟啊，你尽可放心大胆的去做，妈一定全力配合你。南风，明明我们之前那么的相爱，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？南风，你说我们会这么恩爱一辈子吗？当然，我陆南风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我来送我妈给你熬的补汤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许再进这个房间。陆南风那个窝囊废到底有什么好的，值得他在这恋恋不忘？好，我都听你的。这是我妈熬了一下午的补汤，喝了呀，对你和孩子都有营养。补汤，你放那吧，一会儿我自己喝。这补汤里放的可是专门的药，必须亲眼看见它喝下去。知意，这汤得趁热喝，凉了就没有效果了啊！站住！我说了，我一会儿喝就一会儿喝，是听不懂吗？我知道你还是很厌恶我，但我只是想为你和孩子好。你才大病初愈，身体正是亏空的时候，不怎么行呢？我喝还不行吗？我来喂你。不需要，我自己来。啊。这汤怎么这么苦啊？良药苦口利于病嘛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让我妈调整一下口味。来，这是什么？我就知道你这个娇气包会嫌苦，所以啊，特意为你准备好的汤，吃了就不苦了。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接受你，我说的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可我喜欢你，我就是忍不住想要对你好。喜欢你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你只要接受就行，不用管我。好了，汤我喝完了，出去吧。喝的一滴都不剩。喝了就行，我还担心他不喝呢。他有没有觉察出来什么呀？应该没有，他就觉得这药有些苦。妈，你下次往里面再加些东西，融合一下。也不知道这药什么时候能起作用。放心吧，儿子啊，这个药啊，可是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来的，药效保管立竿见影。什么药效？不是补汤吗？怎么里面会放药？知意，你不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的吗？这药啊，是我妈特意找来给你安胎保胎的，她就是为了担心，怕你和孩子再有什么意外。什么安胎药？拿给我看看。哎呀，知意啊，你这不会怀疑阿姨吧？
你看你怀的是孟州的孩子，那是我的亲孙子呀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我又没说你要害我，我只是看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安胎药，毕竟不是所有药都适合我。知意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妈找的那位医生可是很有名的，他给你开的药啊，肯定对你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我只是想看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药，你们为什么一直拦着我？难道这药真的有问题？孟州，你也是的，知意想看就给他看呗。妈，药就在客厅呢，阿姨去给你带过来。哎呀，我和孟州啊都是真心为你好，孟州啊甚至还为了你愿意去死。我说你呀，你真的没有必要对我们两个这么戒备。药在哪里？哎呀，药就在那儿呢。其实这个安胎药啊，大差不差的，这个药效呢，它都是通用的。你就算看了，那也不一定看得懂啊。没事儿，看一看又不浪费什么时间。我去吧。这个就是那个安胎药，都是知名老中医开的，保管没问题。我知道了，沈阿姨。不过这药太苦了，你看着调整调整。刚才孟州还跟我说这个事儿呢，阿姨呀，保证马上调的又好喝又管用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妈，就这么把药给他看了，要是他发现什么怎么办？能发现什么呢？毕竟我刚才给他看的可是真正的安胎药。什么？你当你妈我傻呀？我平时给他下的呀是这个。啊，那你这安胎药哪来的？难道是说你早就想到他会怀疑，所以弄了2种？你当你妈我是活神仙呐？我未卜先知啊！这个安胎药啊，是我以前给知夏买的，只是碰巧一起带过来了而已。知夏，虽然他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对我确实真的好。自从你跟知夏在一起后啊，我们两个的生活呀就发生了质的飞跃，妈也不用去给人当月嫂了，你呀也不用起早贪黑的去打工了。知夏这个儿媳妇啊是真听话，我呀是真满意。可惜啊，命不好死得早，要是当初死的是阮知意，他就可以拿到妹妹的遗产，带我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了。哎呀，这个说来呀都怪你，早不动手晚不动手，偏偏那天动手，结果呢连累了知夏和我那未出世的大孙子啊！我早就跟他说过让他早点回来陪我，可他偏偏不听，非要选择去陪知意，不然他也不会死在那辆车上。哎，对了，那让你坐过手脚的车都处理干净了吧？放心吧妈，我早就处理过了。你们说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什么处理过了？我妈担心我手上的伤口，我跟她说啊，早就处理过了。知意，你不是回房间休息了吗？怎么又出来了？我来拿一下这个安胎药。沈阿姨说的没错，我确实看不懂，但我可以找看得懂的人来看，毕竟身体最重要，不是吗？对，知意说的对，还是找人去看一下更安心一点。回头呢有什么不妥的话啊，你跟阿姨说，阿姨给你换更好的。看他们的反应，这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难道是我多虑了？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南风，我嘴好干，你帮我倒杯水。我为什么突然间这么虚弱？不行，那安胎药还是要送去检查。知意，你没事吧？你不许进来，你帮我把医生叫来就行了。南风最讨厌沈梦舟，要是南风知道他随意进出他原来的房间，肯定会不高兴的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知意乖，来，把药喝了就不难受了，张嘴。南风，我
好难受啊！你要是能在我身边就好了。我老公真是贴心，必须奖励一下。调皮，大白天的，惹到我了，你负责呀？我负责，就我负责呀。大夫，可别求上啊！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怎么，刚才不是还很神气呢？你不许说话啊！王楠，着急忙慌的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小姐，外面有个人自称是顾叶的父亲，还带了一堆东西，这会儿就在门口。什么？我爸来了？老公，陆叔叔他们不是一直在国外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快帮我看看有什么不妥呢？我老天生丽质，能有什么不妥？你别紧张啊！我估计呢，这次他回来是因为知道咱俩结婚的消息了。咱俩这婚礼办得太仓促了，我还没来得及通知他呢。啊，那还等什么呢？赶紧去把陆叔叔接进来吧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你还知道我是你爸呀？结婚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家里商量一下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爸吗？我这不是办得太仓促了吗？没来得及通知你呢。陆叔叔，好久不见，您还是这么精神抖擞。映雪啊，南风这小子啊，他就是混。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跟家里说一声啊！不过你放心啊，你嫁到我们陆家来，叔叔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把给我儿媳妇补的那个聘礼打开。我在国内10几年，您都没怎么管过我，我就给您娶个媳妇儿，您就把大半身家都送给人家呀？哎，这可是你自己放着千亿的家产不愿意继承啊，非要叛逆去搞什么创作？怎么现在还怪起我来了呀？映雪啊，你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，咱们陆家的家底儿厚着呢，将来啊都是你和南风的。陆叔叔，谢谢你的重视，我以后会好好跟南风过日子。映雪，你都是我老婆了，怎么还叫叔叔呢？爸，好，不愧啊，是我一早就看中了儿媳妇，这小子娶了你啊，那是他的福分。以后啊，对我儿媳妇好点，你要是敢欺负她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自己娶的媳妇，我怎么可能不珍惜？我当然要对她好。爸，南风他对我挺好的。南风啊，你这也已经成家立业了，也该收收心了。我准备呢，正式的把咱们陆氏集团的产业让你继承。什么？您知道我对咱家公司不感兴趣，我只想好好搞我的创作。你整天写书能写出来什么名堂啊？咱们陆家的产业迟早都要交给你的，你说你不来继承，谁来继承啊？您今年也刚55岁啊，正是拼搏的年纪。我相信公司在您的手里还能更上一层。你这个臭小子，那人家别人的爸爸55岁都已经退居幕后，子孙满堂了，哎，你倒好啊，还让你这老爸去给你拼产业啊？您可是只身一人创造出商业帝国的陆震天，儿子怎么可能和您比呢？至于孙子，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抱上了。你年少轻狂，性子随性一点无所谓，可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呀，你不得为映雪考虑考虑吗？这不知道的呢，还以为映雪嫁了一个吃软饭的。爸，我们江家不图南风什么的，我就是喜欢南风这个人，南风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他，我才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呢。映雪啊，我知道你对他是真心的，但他现在啊也是时候该独当一面了。陆南风啊，真正的男人是要为自己的老婆遮风挡雨的，你身为映雪的丈夫，要给她更好的生活，那是你的责任呐。我爸说的没错，我作为映雪的丈夫就应该努力成为她的靠山，而不是让她一个人在外面顶着压力。您说的我明白了，我不能自私的只顾追求自我，为了映雪，我要更加努力。我答应你继承公司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这别人想要呢还要不来呢，你倒好，还推三阻四的。行了，从明天开始你就开始管理，先学着管理一下咱们国内的分公司，到时候我给你派一个助理协助你的，别让我失望啊！您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医生，我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您前段时间是不是差点流产过？没错，
前段时间确实差点流产，那就没什么问题。您啊，就是前段时间流产导致的体虚。这女人怀孕啊，就像过鬼门关，您上次就是太伤元气了，得慢慢补回来。补回来？医生，让我看看这药有什么问题。这药啊，就是普通的安胎药，没什么问题的。那这安胎药适合我现在的情况继续服用吗？可以的，这药啊适用于所有的孕妇，您只要切记这段时间不能太过于劳神费力就行了。看来真的是我想多了，这样确实没问题啊。谢谢医生，那您好好休息。沈先生，我刚才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跟阮小姐说了，她果然让我帮她检测那包安胎药。果然还是不信任我。好了，剩余的钱我已经打给你了，记住，这件事情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。沈先生，您放心，天知地知我知，这件事儿我一定烂在肚子里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志毅，你好点了吗？看来沈梦中是真的关心我，反而是我小人之心误会了他。我好多了，你进来吧，正好帮我倒杯水。志毅，你好些了就行。来，喝水。志毅，你早上没吃东西，饿不饿呀？想吃什么？我让我妈现在给你做。喂，阮总，会马上开始了，你什么时候来公司？哎呀，我把这事给忘了。张秘书，我现在身体不舒服，将会议取消吧。不行啊，阮总，这次的会议事关公司几个一线明星的重点项目，必须由您来亲自做决策。今天晚上女士行业峰会也需要您出场。那好吧，你先去忙，我来处理。志毅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实在不行就别去了，工作哪有身体重要啊？我不去不行，这事关整个公司的进程，怎么能因为我一个人而拖后腿呢？这样吧，志毅，你在家里好好养身体，我去帮你做。可是你不会做这些啊。志毅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以前就做商业管理的。再说了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我肯定会告诉你，让你来做决定的。你这样子，我也不放心让你去啊。那好，我这就跟张秘书说，由你代表我去。这补汤都喝了这么久了，我怎么还是感觉浑身乏力？志毅，你这就是虚不受补，咱们得慢慢来。再说了，你肚子还怀着孩子呢，虚弱一点也正常。最近公司怎么样？刚开始还需要我给他事事汇报公司的情况，现在他的精力已经顾不住公司了，公司如今还不是任我为所欲为。志毅，你放心吧，公司一切都好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。我有些困了，你出去吧。儿子，阮志毅把公司交给你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样，捞着钱没有啊？我这段时间捞的钱，都够咱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还是我儿子厉害啊！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收手啊？这个药效太强了，怕他身体遭不住。咱们只要让他死的别那么明显，死了就死了呗。不过还要再等等，等咱们公司和陆氏集团的合作一结束，咱们还能捞笔更大。捞完这笔呀，就给他个痛快的。
进。陆总，这些是跟咱们申请这次头部影视项目的主要公司，您看一下咱们最终敲定跟谁合作。阮氏娱乐，这不是阮之义的那个公司吗？怎么了，陆总？您是想最终敲定跟阮氏娱乐集团合作？属下其实不建议您跟这家公司合作。为什么呢？据我所知，这家公司各方面能力还算不错呀。是这样的，陆总，原来阮氏娱乐总裁可是大名鼎鼎的影后阮之义，阮氏在他的带领下确实发展的还不错，但最近阮氏的总裁好像换人了。换人了？没错，那个空降的沈总把整个阮氏娱乐搞得乌烟瘴气，艺人们苦不堪言，跟合作方也都是利益为重，有问题就甩锅。属下认为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可合作的价值了。那位空降的沈总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好像叫什么沈梦舟。什么？阮之义，你竟然将自己一手建立的公司就这么交给了他？那可是你奋斗多年的成果，你跟他的感情就这么深吗？那陆总，咱们这个项目到底跟哪家公司合作？就他们，这阮氏就算了吧，跟其他项目一起拒了。是，陆总，属下这就去通知。南风，我没事儿，现在公司的节点至关重要，没我不行。不行，你发烧都39度了还不老实，你是不要命了吗？公司是我一手创办的，我不允许它出现意外。南风，你别拦我。不行，曾经的你不惜发高烧也要为了你那公司奔波，现在怎么就随手将它送给别人了？阮之义，你究竟知不知道你的成果现在被别人糟蹋成什么样子？他肯定还不知道自己的公司已经被沈梦舟做成这样了。我到底要不要打电话说一声呢？算了，看在这么多年和他的情分上，说一声吧。南风的电话，难道他终于想起我了？我就知道他心里还有我。喂，南风。阮之义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有事要跟我说？难道是他发现其实他还爱着我，想回头原谅我呢？好，我正好也有话和你说。南风，我们见一面吧，就今晚。这件事情在电话里就能说。电话说怎么能有见面的效果好？我必须想办法当面和他说。啊不，南风，这回我还有点事儿，不太方便，就今晚，我们见面再聊，不见不散。还是那么果断，一点都不为别人考虑。这次我一定要将南风挽回。哎，之一啊，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去啊？出去办点事儿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去办吗？非得这么晚去办？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儿吧？不该打听的别打听。呸！生气个什么呀？再厉害，家产还不是被我儿子掏空了？不对，他这么晚了打扮成这样是要去见谁呀？我得赶紧通知孟舟。哎，孟舟啊，阮之义这么晚了打扮一新出门了，你赶紧跟上去看看啊，别让他知道公司的事露馅了。什么？好。我现在就去问问司机小陈他的行踪。现在这个节骨眼还不能让他知道在公司的事情。这里是我们当时决定订婚时坐的位置，一定能勾起他跟我的美好回忆。终于忙完了。这么晚了，阮之义那边我还去吗？算了，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情分，还是和他说一声吧，要不然他还被沈梦舟蒙在鼓里呢。南风，你
终于来了。有点事情耽误了。没关系，我也刚到。你能来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现在怎么变化这么大，并且还瘦了这么多？沈梦舟在家不给你做饭吃吗？怎么瘦这么多？因为我前段时间身体不怎么好，但是我已经在养了，很快就能好起来的。南风，谢谢你还愿意这么关心我。别误会，只是朋友间的关系。朋友？怎么能是朋友呢？我们毕竟曾经那么相爱过，我还差点成为了你的妻子呢。你也说了是曾经，再相爱，现在也是物是人非了。你难道忘了吗？我们之前订婚的时候就是坐的这个位置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和以前没两样啊。非要这么自欺欺人，对吧？你要知道，有些事情一旦发生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你我之间都变得太多了，你要是再提从前，咱俩恐怕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朋友？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朋友？那你为什么这么晚还来赴我的约？那是因为我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了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你。什么事啊？你和沈梦舟的关系还真是要好，现在连公司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管。不是这样的，是我前阵子身体真的不怎么好，没有精力管理公司，我才暂时让他去帮我管理。南风，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吃醋啊？我吃什么醋啊？南风，你如果介意的话，我明天就让他不再继续管理公司。你确实要赶紧制止他再继续管理公司了，毕竟再这么下去，你这公司就不用要了。什么？妈的，陆南风这个废物怎么会知道我在公司的事情？现在可怎么办？南风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果然不知道，自从沈梦舟接管你这公司之后，他就开始欺压艺人、挪用公款、合作不成。你这阮氏娱乐都快被他搞破产了，你还被他蒙在鼓里。南风，你就是在吃醋，你还是在意我的，不然的话，你怎么会挑拨我和沈梦舟之间的关系呢？我没必要挑拨离间，我现在和你说的是认真的。不过南风，你想多了，沈梦舟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，你要是不喜欢她的话，我就让她远离我们，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，就算把她赶走，我也同意。阮之夜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你要赶走谁是你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南风，南风，你别走。南风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阮之夜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已经结过婚了？南风，明明我们之前那么相爱，你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，只会有我一个女人。我不介意你跟别的女人结过婚，我们还像从前一样好不好？我们已经回不去从前了。我现在的妻子叫江映雪，并且这辈子都不会变。南风，算我求你了，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阮之夜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当初是你让我滚的，现在又让我回来，现在我的心里只有映雪一个人。南风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映雪还在家等我，我先走了。那好，那既然这样，那你能再抱我一次吗？不行。既然你心里只有他，那我想办法就把他从你心中挖掉。映雪竟然等我等到了现在。老公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傻瓜，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晚点回，怎么不去休息啊？躺这感冒了怎么办？可是我就是想等你嘛。南风，你回来这么晚，到底干什么了？还是别告诉映雪我去见阮之意了吧。虽然我们之间没什么，但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就是去忙公司的事情，最近公司太忙了，我都没时间陪我老婆了。
等我忙完公司的事情，我一定好好陪你。撒谎！你要真的去加班了，你这衣领上的口红印是哪来的？口红印？什么口红印？这不是吗？卢南风，我们才刚结婚你就去找别的女人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不是的，映雪，我怎么可能有别的女人？这口红真是不小心弄上去的。不小心能弄在衣领这么私密的位置，你要我怎么相信？真的是意外，我有你这么美的老婆还不够吗？我哪看得上外边的花花草草？你要相信我。那你倒是跟我说说，这意外究竟是怎么来的？我要把真相告诉映雪，如果听说是阮之意，会不会更加误会我？你到底说不说呀？你不说，今天晚上就别回来睡了。好，老婆，说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不能生气。好，我不生气。我今晚去见了阮之意。什么？你竟然去见了阮之意？你竟然对他还有感情？也是，毕竟你们之间有10年的感情。不是的，老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这样是哪样？你不仅去见了他，你身上还有他的口红印，你要怎么解释？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不好解释，但是你相信我，我跟他真的已经彻底结束了。我今天去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说。什么事需要你们这么近距离的去讲？我只是去和他说一些重要的事情。说完之后，临走的时候，他说要一个拥抱代表我们之间的结束，我都拒绝了，他硬要抱的。老婆，你相信我。好吧，我相信你，但以后我希望你真的能跟他划清界限。我保证，老婆，以后我绝对和他划清界限。我陆南风的心里只有江映雪一个人。那你要说话算数。你放心，老婆，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挖苦。好了，这么晚了，咱们休息去吧。你讨厌啊！这就讨厌了，一会儿还有更讨厌的。南风当时说的话不像是在为了吃醋故意骗我，难道沈梦舟真的瞒着我做的那些事儿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搞清楚，如果沈梦舟真的在阳奉阴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这个混蛋！南风他说的没错，他竟然把我费尽心血创建的公司这么糟蹋！不行，我一定要阻止他，而且还要把他送进监狱！之意，你这是要去哪呀？沈梦舟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在家？我如果不在家，怎么能看到你想带走我的把柄，想将我送进监狱呢？你从我进书房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我不仅知道你偷偷进书房，我还知道你昨天见了陆南风。要不是陆南风的提醒，就你这个猪脑子，怎么可能知道我在公司做的事？你还有脸说？我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，你就这么去管理公司的？你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吗？信任？说的这东西你给过我一样，说好把公司交给我管理。公司大大小小哪件事情没有经过你的手？就算是这样，你不也是在跟我阳奉阴违？废话，要不是老子聪明，没有跟你说实话，我现在岂不是任劳任怨的，连1分钱都捞不到？原来你哄骗我把公司交给你去管理，就是为了从我公司里捞钱。沈梦舟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终于知道了呀？你知道我在你公司捞了多少钱吗？还不知道吧？你那个破公司现在就剩个空壳子了。你沈梦舟，你混蛋！混蛋，骂得好啊！我还有更混蛋的呢。你和之夏出车祸那一天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刹车失灵呢？是你在车上动了手脚。我姐姐肚子里可是怀了你的孩子，你个畜生！你以为我想啊？不，我只是想要弄死你，可是他偏偏不听，非要选择去陪你。要是你死了，他就可以继承你的遗产。我们现在就是幸福的一家3口，这一切全被你给毁了。原来你一早就对我起了杀心，
那后来的失心疯还说什么爱上我，其实这全部都是你编造的谎言。没错，老子就是为了你的钱。不过我还得感谢你呢，要不是你足够圣母，还假装成我老婆，免费让你睡，我怎么能轻而易举的得偿所愿呢？你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。我有没有报应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觉得我告诉了你这一切，我还会让你活蹦乱跳的去告诉所有人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肚子里可是怀了你的孩子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肚子里可是怀着你的孩子。你觉得你吃了那么多让身体陷入虚弱的药，还能生下健康的孩子吗？什么？原来你妈每天让我吃的补药真的有问题，可我已经让医生检查过了呀。难道你忘了？那医生可是你让我找的，我找的能有什么好医生？这可是你亲生骨肉啊！你还是个人吗？我现在可是身价几十亿，以后有的是女人前赴后继的想要为我生孩子。至于你，现在就去地下陪之下。不要！沈梦舟，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。这件事情以后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一个快死的人能对我产生什么威胁？就算警察来了，你的死也会被认定成意外死亡，而我则会带着你的财产潇洒的度过余生。喂，南风，救我！映雪，我把工作都提前完成了，现在有大把的时间陪你，你想去哪玩都行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去国外度蜜月吧，我们结婚后都还没好好玩过呢。好，都听你的，咱们马上出发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狗狗狗，出发了！走。喂，南风，救我！什么？好，映雪，知意出事了，我得赶紧过去一趟，咱们下次去旅游好吗？可是我们都准备好要出发了，他有时候就不能通知其他人吗？为什么一定是你？映雪，你懂点事儿，人命关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可是你明明答应我了，却要把我丢下。陆南风，你要是出了这个门，你就别回来了。抱歉，映雪，我还是放心不下他。陆南风，知意，知意，你没事吧？知意，啊？南风，你来了。等在临死前见你最后一面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不会的，没事啊，知意，救护车马上就到了，坚持住啊，知意。南风，你没有骗我，我当初不是为了那可笑的人母心，倒抽结局去救梦舟，现在就还不行。知意，知意。你醒了？我没死。南风，果然是你救了我。抱歉啊，我赶过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你的孩子没保住。不怪你，是这孩子太过不幸。你怎么会在家摔倒呢？沈梦舟呢？你怀的毕竟是他的骨肉，他都没在家照顾你吗？哼，就是他把我推倒在地，害成这样的。什么？事情就是这样，他不仅挪走了我的大量财产，还为了灭口把我推倒在地。要不是你出现，我就已经不在了。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个东西，你死活不信我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他竟然亲手杀害了自己的2个孩子。南风，
我真的后悔。如果当初我选择相信你，至少还能及时止损，你我现在还能是夫妻。之意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今后都会朝着人生不同的道路走，对吗？南风，你说的没错，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都是我咎由自取。但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幸福。而至于沈梦舟那个人渣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你能明白就行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随时找我。毕竟你以前还帮过我不少呢。我是不会跟你客气的。好。喂，辉夜不好了，小姐在家晕倒了。什么？好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映雪在家晕倒了，我得回去一趟，你照顾好自己啊。好，那你先去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南风，是我亲手弄丢了这么好的你。映雪，你终于醒了，有没有哪不舒服？医生怎么说的？映雪，我知道你生我气呢，但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别不理我行吗？你都跑去找别的女人了，还不让我不理你，凭什么？映雪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不会抛下你一个人了。你别不理我行吗？有第一次就有第二、第三次，你跟他可是横跨了10年的感情，你叫我怎么能放心？不是这样的，我这次去真的是救人，哪怕是普通朋友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说救人就救人，他可是你前未婚妻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我能给他证明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话想对江小姐说。不用了，医生说你不宜下床太久，你快回去吧。陆南风，你出去，我也有话对阮小姐说。你俩都病着呢。出去。哦。阮小姐，虽然你们以前的确很相爱，但他现在怎么说也是我的丈夫，还希望你注意分寸，做一个合格的前任。江小姐，我真的很羡慕你，你知道吗？南风现在心里的位置只有你。难道他不是来挑衅的？我和南风确实曾经相爱过，但是因为我的一些错误的选择，最终把他越推越远，早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你之前说的对，我已经是他的过去式，而你才是那个未来式。你们可是在一起10年之久，你真的甘心把他让给我？不甘心啊，但又怎样？经历过生死后，我也看开了。他心里早就没有我了，我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你以后肯定能找到更好、更适合你的丈夫的。你不用安慰我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从今以后，我绝对不会再打扰你们。南风这一次真的只是去救我，我现在对他恐怕也只有感激之情了吧。谢谢你今天来替南风解释这些，也希望你能早日康复，走向更好的生活。你也一样。也祝你幸福。好啦，你老婆我帮你哄好了。陆南风，我准备出国了，顺便跟你说声再见，也多谢你这么多年来的照顾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随时找我。再会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，老婆？过来，我告诉你。他说，你要是敢对宝宝和我不好，就给宝宝换回来。宝宝，你是怀孕了，老婆？你放心，老婆，我陆南风此生一定不会辜负你。